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要是个坚强的女人，我也许就不来找你。魏云，在我心里，阴谋，一个带着孩子能够受。这是一个阴谋。乔胜利，自己干的事情为什么不敢干？怕什么？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阴谋。你的阴谋败露了。这个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我怎么知道？你没有信任，没有地址，这不是阴谋是什么？你自己干的事情，你还在乎这些？我问你，你现在是不是派人在秘密的监视我？我要有你想象的这么聪明，我不至于被你骗到禁店。那这是谁干的这种家里的勾当？你不要转移视线。云啊，你给陈荣打个电话，让他来见我。这卑鄙的勾当是你干的吗？你怎么跟我解释？我承认是有这么回事情。告诉我，我这就去打电话。这个女人是谁？她叫程龙云。你们什么关系？她是我的秘书。你们勾当了几年？3年前她只做过半年的秘书。但他还有一个儿子。是，我跟他是有一个儿子，已经2岁半了。你还满不在乎？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陆平，我告诉你，我不想再去跟你争论这个事情。你这么大了年纪了，还在外面偷情养私生子，你怎么对得起我？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儿女？你怎么对得起我？胡平，你爸爸！不要难过，好不好？其实，大人之间有些事情，爸爸真的很难跟你说得清楚。但是妈妈告诉你，妈妈现在跟爸爸吵架是爸爸不好，他对我们这家庭没有责任。但是妈妈答应你，妈妈保住这个家。妈，我不能失去这个家。孩子，妈妈答应你，妈妈为你保住这个家。妈，我想我哥。我想我哥，妈。
答应你。妈妈答应你，为你保住这个家，再也不跟妈妈在家里吵架。保卫部是怎么搞的？光天化日之下让人偷拍我的录像。小华，你是不是利用了我对你的信任，干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董事长，这怎么可能呢？我都跟您10年了，对您忠心耿耿，这您还不清楚？就是不是你干的，你这是失职。是不是记者暗访，偷拍录像啊？什么记者暗访？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在陷害我，偷拍我的录像，然后寄到我家里要挟我。这是违法行为，可以上诉的。上诉？我上诉谁呀？啊？董事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7月9号那天，我在办公室会见了一位女士，她把我整个会见的过程给我拍了下来。会不会是这位女士自己干的？不会，她对我忠心耿耿，不会做这种事。那就是另外有人事先在办公室偷偷安放了微型摄像机。你通知保卫部，把我的办公室整个查一遍。你要亲自去查一下，那天上午我跟这位女士会面的时候，竟谁到过我的办公室？好的，我马上去查。轩轩，小慧，快来快来，帮我看看哪幅新娘图设计的好。哦，哎，你画的真不错哎。哎，轩轩，你不会真的是想闪电结婚吧？怎么，你也不能理解？理解，王若轩嘛，就是敢做敢当，是吧？这还差不多。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更敢做敢当了。嗯。哎呦，快帮我看看呀，哪一幅适合我嘛？好，我看看啊。我觉得我喜欢这幅，这幅挺适合你的。我也喜欢这幅，不过我穿成这样会不会太搞笑啊？怎么会？多漂亮啊！徐斌，7月9号早上没上班之前，你是不是来过这里？7月9号，我记不清楚了。你再好好想想。我一般呢上班都比较早，会准备一些董事长需要看的文件。你现在问我7月9号那天我来没来过，我可能来过，但是我真的记不清了。可清洁工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是你先进来这里的。有可能吧？出什么事儿了吗？徐斌，什么事要你我不在的时候进我的办公室呢？董事长，我一般早上来会准备一些你今天需要看的文件。这段时间最紧急的文件就是关于东方新城那个批复计划。记住，我不在的时候不要进我的办公室。好，我知道了。你去吧。董事长，怎么样？文件没有错，但日期不对。黄秘书，你还记着我跟你说过，我对这个小伙子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可他没有理由偷拍你们会面的录像啊！搞笑！你穿这个简直就是太搞笑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急忙忙的找我来？明天我和小东结婚。哎，上次让你帮我策划的婚礼，你策划好了没有？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呀？现在小东跑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你跟谁结婚？他呀，就算跑到天边，我也会把他找回来的。你找着他了？他现在什么地方？
在外边等我。好。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晚上回家说？我等不及了。再说，我不愿意在家里跟你吵架，我怕萌萌受刺激。这也不是个吵架的地方。你放心，只要你不无理取闹，我绝不跟你吵架。我只想平平静静的跟你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你说吧。还问吗？当然是离婚。离婚？是。离婚。这下你称心如意了吧？胡平啊，仅仅因为这张光盘，你就要跟我离婚？况且，这离婚这是一种很沉重的事情啊。所以我只想跟你协议离婚。好，退一步讲，我同意协议离婚。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我听听。我要胜利集团你名下的全部股份。全部股份？我把它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不到结婚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再让它露面。哎，萱萱，没必要搞得这么神秘吧？主要是我们瞒着家里的，我们只想顺顺利利的结婚。这婚姻是自由的，怕什么呀？有什么好怕的呀？是没什么可怕的，只不过是以防万一罢了。以防万一没错。不过我告诉你一点，王若萱，你不能瞒着我，还有林小慧。我们两个人呢是给你策划这婚礼的，总得听一听新娘的想法，还有新郎的意见吗？我不会瞒着你们俩的，只不过结婚前惊动的人越少越好，婚礼嘛，也就简单一点吧。哎，你想好了吗？准备在哪儿办啊？还没有。教堂怎么样？好啊，好啊。去什么教堂？还好啊好啊！你们俩谁是基督徒啊？要我说呀，就去你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我们呢约上2、3个朋友，大家在一块儿喝喝酒，吃点饭，多温馨呐，多好啊！也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好，走吧。哎，咱们去帮他们布置新房。好啊，好啊，走吧。你也太过分了吧！你这不是往死里边整我？花园洋房归你，你个人名下的存款也归你，这叫往死里整你。我是有错，对毁坏这个家庭要负全部责任，但也不能这么罚我。你毁了一个家庭，你就不应该受惩罚吗？你光想着你自己，想着你那个私生子。我问你，你想过萌萌，想过小东，想过我们正在找的那亲生儿子吗？我当然要考虑他们呢。用不着你为他们考虑。我告诉你，3个孩子我一个都不能少。我坐在这里就是为他们在争权利、争财产。好，你安静一下。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你回去冷静一下，我也好好的考虑考虑。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就2个条件，你要答应了，我跟你协议离婚；你要不答应，法院上见。你这话说的也太绝情了吧！你才叫绝情呢！我跟你几10年，为你生儿育女，到头来被你一脚踢开，你才绝情呢！真是没想到，若萱跟小东这么快就结婚了。哎，你说他们会幸福吧？
幸不幸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结婚啊，是两个人的事情，需要两个人呢，在思想还有情感，包括性格脾气上高度的和谐。现在就是儿戏。哎，你这是为谁打抱不平呢？我有什么好打抱不平的呀？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理智一点。我也觉得，结婚毕竟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是谨慎一点好。哎，先不说他们了，许斌，我问你件事情，你对胜利集团上市公司了解吗？上市公司的事儿，我不是特别了解。不过要是想知道的话呢，也不是难事。那么，上市公司是不是应该向公众和股民发布真实准确的财务报表呢？当然了，这是上市公司的责任。许斌，这2天啊，我和几个报社的记者做了一份调查报告，你看一下，披露的就是胜利集团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的问题。要简报吗？当然，不过现在还不行。为了慎重起见，上面有几个数据和材料，我希望你帮我查一下。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好，没问题。那行，我有事儿先走了。拜拜。拜拜。我是徐斌，我刚才给你发的信息你收到了吗？乔晓东现在回来了。什么不可能啊！我1分钟以前还跟他在一块儿。我跟你说啊，他现在马上就要跟王若萱结婚了，这个事情你马上处理一下。离婚啊，而且他提出了很高的价格。什么价码？他不光要拿走公司绝大部分的股份，还要带走乔晓东和乔晓萌。天哪，太夸张了，太过分了。对呀，我们肯定不能让他得逞。一旦得逞了，不光董事长损失惨重，就连咱们公司啊，也要发生大地震。大地震，这么严重？对呀，所以董事长我想肯定不会答应。哎，这事儿啊，也就咱们几个知道，千万别跟别人说。行，没问题。你单独找我，说是有要紧的事儿。我找你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哎，喝口茶，慢慢说。现在乔胜利啊，打算和胡平离婚。什么？他们2个要离婚？哎，这我事先怎么一点迹象没看出来？你小子消息准不准呐？准，100%准确。好啊，这倒是难得的好事儿啊！哈，我还以为他们是模范夫妻呢。哎，接着往下说，他们吵出什么结果了没有？胡平呢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乔胜利根本就不答应。什么条件？你知道吗？乔胜利的秘书告诉我呢，胡平想拿走胜利集团的全部股份，和乔晓东、乔晓萌再组建一个家庭。这个胡平要价也太高了，老乔怎么可能答应呢？这不是要老乔的命吗？王总，我倒是有一个建议。说，我知道你很聪明，什么建议？说来听听。我知道，您跟胡平以前是老同学，下乡呢又在一块插队，私交特别好。那么您只要跟他谈一下，把这个离婚的条件啊降得低一点，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可以促成了。徐斌啊，俗话说得好啊，宁拆一座庙，不拆一家人。你这个建议，不是陷我于不义吗？王总，您呢是有大智慧的人。如果说他们离婚了，您能从中间得到什么？您比我更清楚。怎么讲？如果说他们离婚了，那么胡平和乔晓东就会带走胜利集团
一大部分的股权。而现在的形势呢，你的女儿正在跟乔晓东热恋，而你和胡平又有很深厚的私交，那么可想而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掌握这部分股权。徐斌啊，你很聪明，反应很快，但是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有些话呢，只能说一半，另一半得留在肚子里。没错，王总说的对，我一定虚心接受您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对王总您，我要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对您是毫无保留的。好，今天的事儿呢，这儿说就这儿了了。现在我负责的这些计划呢，进展是比较顺利的。现在乔胜利呢，已经和胡平在办理离婚了。看来这对老情人又要到一起了。指日可待吧。所以呢，我们通过程露营来窃取乔胜利股份的这个计划，也最终会实现。好。可是有一些情况呢，我们也要分析到。现在乔晓东和王若萱呢，明天就要领结婚证，这就说明乔胜利跟王大红要联姻。而胡平以前是王大红的情人，他们两个人很有可能圆梦重温。而程露营这个人，以前是王大红的手下，所以现在这些局面，对我们来说也不是特别有利。这几个人倒成了大赢家了，我们则被淘汰出局，成了丧家之犬了。老铁，你放心，不会的。游戏呢，还没有结束。都怪我和志坚没能阻止住乔晓东与王若萱结婚。这个事儿不能怪你们，我已经想过了。实际上，你们做得非常好，已经把乔晓东吓住了，他已经回老家了。只是王若萱自己还被乔晓东迷惑着，又把他找了回来。这丫头真他妈烦人。志坚，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能冲动，我们不能跟王大红计划矛盾，而且呢，也不能暴露我们的真实意图，要不然我们所有的计划全会失败。徐斌，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想这样，我们这次啊，还以乔晓东作为突破口，狠狠地教训他。一想到明天我们两个就要结婚了，说实话，我现在心里跟做梦似的。做梦有什么不好的？人生要是没了梦，那不是太乏味了？不过若萱，我还真的有点担心啊。你担心什么？若萱，我现在是孤身一个人，没有什么人可以管得着我。可是，如果我们要这样偷偷结婚，不告诉你父亲，他真的会不高兴的。他再不高兴啊，也无济于事。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叫覆水难收。若萱，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说得这么轻松嘛。我真的担心，你要从明天开始，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小东，只要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的，互相关爱，再大的压力我也不在乎。再说了，我是他的女儿，他能把我怎么样？他是不会伤害你，可是他身边那些人，好像也不是好惹的。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就算他们再不好惹，到头来也要听我爸的。唉，事情可能没你想的这么简单。你是不是在怀疑我爸？怀疑是他上次派人把你打伤的？我可没这么说。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儿。他虽然凶一点儿，但他是个好人。那好吧，从现在开始，我什么都不再想了。我们先好好的把婚结完再说。
天也要早点睡啊。放心吧。我今天先回去，还得向我爸爸装样子。好。我们美好的一切，从明天开始。明天啊，我先到影楼化妆，然后你和徐冰来接我，然后我们就去登记，再然后我们就来到这里举行结婚仪式。再然后，我们就成为夫妻了。再然后呢？再然后，再然后我们就生一个漂亮的小宝宝，做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变老，做老爷爷、老奶奶。若瑄，真的希望这一切能够从今天开始。瞧你急的，还有几个小时就是明天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省着我爸又打电话。好，我送你。喂，我是徐斌，一个人在家呢。若瑄呢？哦，她回家了。我给你们俩呀买了束花，想晚上过去看一看，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那成，你等着我吧，我一会儿就到。怎么又是你们两个？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闭上你的嘴！乔晓东啊，你是真有点活腻歪了是吧？居然不去顾我们的警告，还要跟王若瑄结婚，啊？是我要跟王小轩结婚，但这跟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这就是你要的为什么啊？你瞪什么眼啊？信不信我弄死你？瞎子，你给我听好了，取消明天的婚礼，离王若瑄远点，否则我杀死你们！你们？对，你们，你给我离王若瑄远远的。如果你再敢在这个城市出现，你跟王若瑄全他妈死定了！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们是对你感兴趣的人。乔晓东，如果你真的爱王若瑄，就抓紧时间离开她。我相信你不愿见着她为你去死吧。哦，还有，乔胜利家你也不允许回去，别再拖累人家两个老人了啊！哎，看看，看看这是什么？真家伙！爷，走，聪明点啊！
结婚兴奋的流鼻血啊！怎么了这是？啊？出什么事儿了？徐斌，那天要打伤我手的人，他们刚才又来了。我看看。 大伤，说说吧，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他们还是为了我跟若瑄的婚事来的。你们结婚，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总之，他们就是不让我跟若瑄结婚。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吗？徐斌。 我乔晓东是不怕他们的，可是我担心若瑄，我担心她受到伤害。若瑄现在受到威胁没有？他们说了，若瑄要是敢跟我结婚，他们就杀了她。杀人啊？没那么严重，兄弟，我跟你说，没那么严重。他们什么人啊？什么人敢杀人啊？ 本来一直以为他们是王大宏的手下，可是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了。王大宏，他总不至于对自己的女儿下手吧？王大宏是不会对他女儿下手，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呢，他会找一帮人来打你，就把你打成现在这样。还有一点，就是王大宏啊，从事这个行业，你和我心里面都清楚，跟黑道有点关系。 那么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婚姻呢，肯定是影响到黑道中的一些利益。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地位，我能触犯到他们的什么利益呀？有些事情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如果清楚的话，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徐斌，你的意思是说，若瑄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若瑄呢，比较率真，比较单纯，对有些事情根本就是一无所知。那么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婚姻已经有意无意间的就成为他们黑道冲突的牺牲品了。难道明天我们就不能结婚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明天不能结婚了？我不是说你明天不能结婚，不过你心里得好好想，你得想清楚，你到底要不要结婚？要是结婚的话，怎么个结法？这样肯定不行。红总，你愿意看到一个女人生命上受到威胁，然后你跟她去结婚吗？你愿意吗？ 徐斌，你说的对，我怎么能为了结婚，让若瑄受到死亡的危险呢？有时候啊，放弃也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把所有的误解还有这些苦难都扛下来，而且能够扛得住，应该是男人，真的。若瑄，你一定要幸福。
迅达速递公司。迅达速递公司。妈，不用上闹钟了，婚纱店已经停业了。你看妈妈都糊涂了。那你们婚纱店打算什么时候再正式营业啊？我听同事说，若萱姐又去找我哥了，什么时候营业还不知道。看来洛仙姐姐这个人，对哥哥还真是真心的呢。妈，要是若仙姐把我哥找回来了，你一定要让他回来，我特别想的。妈妈答应你，等我们找到了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再也不分开。妈，你怎么了？老罗，你年纪还太小，有些事儿你不明白，身体又不好，别放在心上啊。妈，你答应过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家，你说话可要算话啊。妈答应你，妈一定说话算话。好好睡吧，啊。晚安。晚安，妈。妈妈的小宝贝儿。乔胜利，我不打算离婚了。你说什么？我再说一遍，我不打算离婚了。你今天白天约我见面，跟我闹离婚，又要我的股份，要我的孩子，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你这是！我不想这么痛苦委屈的来成全你们。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天底下没有感情而在一起凑合的夫妻是千千万万。我要让你陪着我等死，在这个屋顶下，我们一起等死。胡平，我告诉你，你这是在要挟我。我实话告诉你，在我心里，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离开你们，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跟程路阳结婚。闭嘴！你别跟我常露营的，在这个屋子里谈他不配。胡平啊，我跟你解释过多少次，我只是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你就是不听。我没有办法，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过去我为你活过，为我自己活过，而以后我要为我们的孩子活。你想过没有？离婚以后，小东怎么办？萌萌怎么办？小东怎么办？萌萌怎么办？你这是为他们好吗？你这是为他们好吗？你成天跟我吵架，互相折磨，维持这么个夫妻现状，这么好吗？这么说，
你是铁的心要跟我离婚的。我毫无选择。要是我不离呢？上法院。乔胜利，你错了。法院会保护你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吗？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她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爷爷，我是萌萌。我爸我妈要离婚，原因啊，我妈说我爸在外面包了个二奶。爷爷，你千万不能让我爸妈离婚。平时总是给别人做新娘妆，今天啊，终于给自己做一回。哎，我还是第一次给别人做伴娘呢。今天我们影楼停业，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把你打扮成最漂亮的新娘。对，这就是当老板的好处，是吧，老板娘？叫我什么啊？难听死了！什么老板娘？你今天结婚还不叫你老板娘？是啊。哎，走，去镜子那儿看看。好啊，走吧，走。徐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不管我跟你说什么，控制住情绪，别难受。怎么了？给我倒杯水。你快说呀，到底怎么了？小东走了。他去哪儿了？不知道。你去哪儿啊？我去找他。他去哪儿你都不知道，你上哪儿找他呀？别管我！
结婚呢，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小东他现在不愿意结了，你呢得想开点，不能这么难过。他怎么不愿意？他昨天还好好的。那不是昨天吗？昨天他改主意了，你知道吗？他改变主意？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真想听？好，我都告诉你。昨天晚上呢，我来送花，就看见小东在这收拾东西，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怎么回事？马上就结婚了，干嘛呢？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几句他的心里话。他说什么？他说呀，他要跟你结婚呢，一直都犹豫不决。可是你的真情把他给感动了。后来他就想，那就结吧。可等真到结婚的时候了，啊，就像现在这样，他就又开始犹豫了。他就想，你们俩今后生活在一块儿，不会幸福。怎么可能？你自己好好想想啊。你爸现在不同意你俩结婚，是不是？结了婚以后，你就是个孤儿，你连家你都回不了。以后你们两口子就得窝窝囊囊的过日子。还有，小东他现在没有什么经济收入，你呢，倒是有一个婚纱影楼，那以后你养着他呀。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他是个男人，他觉得窝囊，他接受不了。他真的这么想？对。别哭了，好吗？我知道小东这么做呢，很不负责任，随意性也很大。可是他说的这些话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若璇，你现在真得好好想一想，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要不然以后会后悔的。徐斌，昨天小东走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没有。他带走了石斛兰，证明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他要对你有感情的话，他就会坚持，他就不会走。有感情就可以结婚吗？你是说没有感情也能结婚吗？怎么这么糊涂啊？徐斌，昨天晚上小东是不是又受到别人的威胁了？这怎么可能呢？那他去哪儿了？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是不是又回农村了？他不会回农村的。现在他的亲生父亲不在农村，出去打工了。那他又回乔家了？他怎么能回乔家呢？他得做出点成绩来才能回乔家。那他到底去哪儿了？他到底去哪儿了？小东呢，直接让我转告你句话。他说他这次下定决心了，他让你以后不要再找他，他想永远在你的视线里面消失。许斌，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把门给我打开。哦，我要召集你们全公司的人开会，讨论一下包二奶对不对？爸，你这是说什么呢你？哎，咱家里边事回家说行吗？不行。我问你，你是不是在外头包了二奶了？我什么时候在外边包二奶呢？是不是胡斌告诉你的？不是萌萌。胜利呀，你看看你办的这种事儿啊，影响多恶劣，连自己的女儿都看不下去了。萌萌他妈的这……哎，我刚才问你话呢。爸，这件事儿吧，我三言两语是跟您说不清楚。我现在跟胡平是天天磕磕碰碰的，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是越来越淡。您这事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萌萌从哪儿听到的？哦，这么说是萌萌撒谎了？我不信，岂有此理！哎呀，爸，这事儿啊，你就不要管了。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不要管这事儿，行吗？我不操心行吗？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女人？是，有一个。我现在不是正在妥善的处理吗？我保证给你个满意的结果，还不行吗？哎，好好好，你不要在这糊弄我了。哎，我70年前参加共产党就发誓要打倒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70年后我儿子就成了资本家。哎，这我也想通了，认了，初级阶段嘛。可如今你发了大财还不算数，竟然还要养小老婆，这不是退到封建时代了吗？我们乔家发生的这种事儿，我能不管吗？爸，你这说哪儿去了？我没养小老婆啊！我现在不是跟胡平商量正离婚吗？离什么婚？哎，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离婚。爸，你消消气儿，你也得听我解释解释嘛。听你什么意见？我今天来是向你下命令的，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咱们老乔家的传统。好，您说，您说。第一，不准包二奶；第二，不许离婚。你摇什么头？摇头。就这么简单的2条。哎，只要是我乔的志还没有闭眼，你就必须服从。爸，你要是不服从，就先把我气死。告辞。哎。你和老乔本来感情基础就这么样，也不好啊。走到这一天是早晚的事儿，离就离了呗。我不是因为离婚而伤心，我是因为他骗了我那么多年，我真的生气。老乔这个人也太不像话了啊！一个社会名人。又有这么好的家庭，怎么弄得像暴发户似的？包二奶生私生子，这有点下作。怎么样？跟他离。再这样下去，弄个高血压、心脏病的，那就不划算了。当然了，离婚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你找我来商量商量是对的。咱们毕竟是老同学嘛，有过一段知识青年战友情嘛，说什么都不用顾忌。我原以为我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可是没想到20几年过去了，人老了，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其实人活一辈子啊，就是活100岁。也不过就是3万多天，更何况你呀，我呀，他呀，我们谁都活不到70、80岁，也就是2万多天吧。现在一大半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日子，我就跟他好。能耗一天就是一天。作为女人，
别无选择。胡平啊，不要这样，有什么话，心平气和的坐下来，不就是儿女和财产问题吗？啊，我相信老乔，他也不会很过分的，你何不给他熬呢？你们女人呐，心胸也开阔一点啊！离婚是目的，俩人分手了，身体健康了，心情愉快了，多活几年多好啊！那说不定还赶上黄昏恋呢。所以嘛，财产上不要太计较。我相信老乔，他也不会做得很过分。至于分开以后会不会比以前更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孩子们说了，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爱情不过是个奢侈品。我们还能在一起，除了那份责任以外，更多的就是一种习惯。也许我们都能摆脱感情上的折磨，但是我们谁都无能为力去改变我们这些习惯。至于经济上的问题，我相信法律，法律是公正的。我相信法律是不会去偏袒乔胜利和那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吧？哎，胡平啊，说了半天了，这勾引乔胜利的女人到底是谁啊？她叫程露莹。什么？程露莹？我现在是内外交困呐，小华，你知道我心里最大的疑点是什么？我知道，就是那盘引发董事长婚变的录像带，是谁干的？他到底想干什么？对，就是这盘录像带，搞得我是心事重重啊。董事长，我一定会查清楚。黄秘书，你要查清楚这件事情，你觉得先从谁下手？我还是觉得程露莹那个女人最可疑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对程露莹100%的信任，我只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对徐斌这个人，我也不太放心。徐斌？徐斌有什么具体可疑的地方吗？你去一趟快递公司，去查一下，是谁把这个东西发出来的？程露莹就是造成你们夫妻分离的第三者。对。你见过她吗？她长什么样？光碟里看到过，大眼睛，瓜子脸。她以前就是老乔的秘书。胡平啊，这个婚不能离，这个婚绝对不能离。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来劝我离婚的吗？是，我是来劝你离婚的，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婚不能离。你们这么轻而易举就离了婚，让程露莹的阴谋得逞，那也太便宜她了。你也认识程露莹？我怎么会认识程露莹呢？我是认为她为什么勾引乔胜利？她目的就是为了侵吞你们乔家的财产呢。那你什么意思？让这么狡诈的女人阴谋得逞，我们岂不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了？你什么意思？这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楚啊！我去找乔胜利去啊！我现在就去。老板，轩轩，不行，爸现在没空，改个时间吧。好，急事儿。行，爸马上过来啊。
什么急事非要立刻见爸爸？我有件事问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你说，什么事儿？你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我肯定会跟你拼命的。萱萱，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说，爸爸保证跟你说实话。啊？我问你，昨天晚上你有没有派人去打乔晓东？有没有啊？没有，当然没有啊。你敢发誓你没有说假话吗？绝对。啊，你想想，爸爸连小东住哪儿都不知道，我怎么可派人去打他呢？再说了，你和小东已经分手了，我干嘛还要去纠缠他？好，反正以后真相总会弄清楚的。到时候你别为了自己说假话而感到后悔就行了。萱萱，萱萱，萱萱，不怕你笑话，我爸在外面有了一个情人，还生了一个儿子。我妈知道了之后，整天跟我拌闹。我跟你说，萌萌，在这生活里呢，你会遇到很多事情，工作上啊，感情上啊，家庭上啊。你现在碰到这个事情啊，是家庭上的事情。遇到这些不开心的时候啊，那你要学会把这些不开心呢，都给它变成开心。要学会乐观一点，让自己呢变得坚强一些。徐斌，我想离家出走，走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萌萌，越是这个时候呢，你越不应该离开家。你走了，你哥也走了，你父母怎么办啊？人家不都说吗？这孩子呢是父母爱情的通信员。越是这个时候，你越应该啊调节你父母之间的感情。你们要是都走了的话，你们这个家庭不就破碎了？徐斌，我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最帮助我的人，所以我的困难你也会帮助我，是吗？你的困难呢，我会帮你，可是这件事儿啊，我不能答应你。我不会拖累你的，我以后一定学着独立、坚强。这是你必须做到的。对了，我哥走了，你能当我哥吗？哎呀，太让我伤心了！你刚觉得我是你哥呀，我不早就是了吗？对。走。走吧。小姐，请你仔细想想，前几天是谁来寄的这份快件？这上面没有写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儿。当时他说他不是本地人，没有固定的地址，所以他就没有填。长什么样子？男的女的？是个男的，大概20几岁，不到30岁的样子，个子大约1.8米左右，样子记不大清了。说话有口音没有？还有什么特征？讲的普通话，没有什么具体特征。他穿什么衣服？衣服好像是西装吧。哎，你是公安局的吗？不是，谢谢你啊。啊，不客气。老乔，你不能和胡平离婚啊！哎，你是我胜利集团下属公司的经理，你怎么能跟我这么说话？老乔，我们是老同学了啊！我以一个老同学的身份，我劝劝你，你不能和胡平离婚。你要想跟我合作，你就不要管这个事。老乔，我王大红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咱们生意可以不合作，我也不能坑害老同学。坑害老同学？你这话怎么说呢？你当然不明白了，你现在掉进爱情的陷阱，你不能自拔。我问你，你知道程露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吗？你怎么认识程露莹？我怎么可能认识她呢？我是听胡平说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啊，她对你是不怀好意，啊，你千万不要因为感情蒙住了双眼。王大红，我告诉你，你不但认识陈露莹，而且比我更了解她。老乔，你把那个
也别摆什么谱了啊！咱们两个老同学在一起好好谈谈心。谈什么？老乔，你是老革命的后代啊，社会名人，但是在男女问题上，你比我经验差多了。你是风月场上的高手吗？老乔，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不对？程璐莹爱你什么？啊，你个半截路途的老头了，你要是没钱没势，他看都不看你一眼。是啊，人人都生活在现实当中，不可能有100%纯粹的爱情。这我承认。但是程璐莹对你连1%都没有，她是有预谋的，她是要谋你钱财，害你性命。王大红，你说的有点可怕。照你这么说，程璐莹就是个阴谋家。也许在她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在指使她。那也是有可能的，啊，但老乔，你想想，他是不是3年前和你好上的？是啊。反正胡平也得告诉你，我也不必瞒你。后来，你俩分手了，对不对？对。3年以后，他又突然出现了，啊，而且带了个据说是你的孩子，你不觉得这个女人很鬼吗？这个女人是很贵。怀了孕的时候为什么不来见你？啊，等孩子3岁了，突然出现还要和你结婚。为什么乔晓东因身世被驱逐乔家在先，程璐莹带着据说是你的孩子见你在后呢？你敢肯定，他带的这个孩子是你的儿子？王大红，你脑子这根弦绷得还挺紧呢。人心叵测，不得不防。小黄，你今天陪我吃个午饭。好的。小黄，自从我儿子小东的身世发生了问题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风波，你发现了没有？在我身边发生问题的背后，都离不开王大红的影子。他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董事长，既然您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我就猜猜看。好，说吧。小东的身世之谜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之后，这好像背后都是王大红在兴风作浪。王大红极有可能就是整个局面的幕后操纵者。是啊，他插手王洛仙和小东的恋爱，插手我跟胡平的离婚，插手程璐莹的出现等等，他的目的很明确，他就是想利用错综复杂的亲情关系来夺取我胜利集团的股份为目的。董事长，既然对方的意图这么明显，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手段进行反击了？是要反击啊，可是王大红的意图和行动，这只是我们一个猜测，不好直接下手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小黄，我们先扫除车马炮，把老帅逼出来，然后再进行定点清除。前几年，王大红在我身边派了个女人，现在他就不会派个男的来卧底吗？我对徐斌这个人表示怀疑。董事长，快递公司我已经调查过了，据他们讲，当初寄这盘 DVD 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身高在1.8米左右，穿着西服，但模样记不清了。起码年龄、个头、服装，这3点是接近徐斌的。那么这个大信封上的笔记，你给我核对过了吗？我核对过了，不像是徐斌写的。可这个大信封上的笔记写得非常工整，很有可能是故意这么做的，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家伙。董事长，
徐斌就交给我了，我一定尽快查清他的真面目。好，我集中精力对付程如英。前段时间把我给弄晕了，以后我们还是小心为是。哥，我是真没想到啊，这程如莹居然要和乔胜利结婚了。程如莹假装死亡，销声灭迹，目的就是为了杀害咱们，啊，达到和乔胜利结婚、侵吞他的财产的目的。咱们虽然是有所察觉，但是晚了一步啊。我觉得还不算太晚，只要不让乔胜利离婚，那程如莹这事儿自然就红了。加盟胜利集团是咱们的大方向，不过这个程如莹呢，知道内幕，对咱们不利，还是要找到他，如何处置再说。大明啊，你安排的乔胜利身边的那个徐斌，在程如莹的问题上好像没起什么作用。哥，你是不是也觉得他不太可靠啊？黄秘书，找我。哎，董事长啊，中午让我出去办点事儿，你跟我一起去吧。去哪儿啊？一家快递公司。哦，好啊，一块儿去。然后呢，咱们一起吃个饭。好，你先等我一下，我去拿件衣服，然后上个洗手间。好，快点啊！电梯口等我。喂，迅达快递公司吗？徐斌，你认识这家快递公司吗？这家快递公司啊，还真就没有什么认识的朋友。走，跟我一起办点事儿。你好。你好，我们这次来啊，麻烦你点事儿。这个大信封你还认识吧？这个是从你们公司寄出来的。看清楚了没有？没看清。徐斌，过来，你帮忙看看这上面的邮戳。这位先生，你认识吗？这泡妞可没这么泡的啊！你看你说什么呢？怎么样？这个邮戳不太清楚。迅达快递是连锁公司，不过这份快件可能是从我们这儿送的吧。小姐，这邮戳啊，真是你们这儿的？你认识我吗？认识吗？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我帮不了你啊。看来啊，能确认的只有这个大信封了。哎，这上面寄件人还有这个寄件人的地址都没写，这董事长让你查什么呀？董事长没说，我也不知道。走吧。石先生，真他妈有点悬。今天这个事儿我们办的还可以吧？啊？谢谢，太谢谢你了。这个姓黄的秘书现在搞突然袭击这个事儿，现在有点棘手了。兄弟，看来乔胜利开始怀疑你了，以后你自己多加小心啊。没错，现在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打消乔胜利对我的怀疑。我们的计划呢，要赶快实施，免得夜长梦多。说的对，一旦计划成功，乔胜利任凭我们发落了。徐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言语声。好。三位大哥，饭菜都已经好了，快过来喝酒吧。压压惊吧，啊，徐斌啊，走。徐哥，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等一下让我给你松松骨吧。谢谢，不用。哎，徐哥，
你也太严肃、太文明了吧？跟我在一起不用这样吧？轩轩，你也别太难过了。小东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也许是因为他对结婚还不太确定。现在很多男人都有婚前恐惧症，怕结了婚以后就没有了自由，怕承担家庭负担。唉，所以啊，我觉得我们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太依赖一个男人。你说呢？小东不是你说的那种人。那他怎么跑了呀？昨天晚上，小东一定又被什么人打了。他又被打了？我就搞不清楚了。你说我和小东每次一要结婚就……我们到底得罪什么人了？我和小东结婚的事儿很秘密，这些歹徒怎么会知道的？轩轩，你是说有人给这些歹徒通风报信？知道你们结婚的人的确很少。有一个人我很怀疑。你不会怀疑是我吧？你是说徐斌？是他。你觉得呢？不会吧，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斯文，不会干这种事儿吧？现在的局面似乎是喜忧参半。乔晓东已经被赶跑了，王若萱又成了单身女。我倒是可以乘虚而入的，可我在王若萱面前，能一辈子假冒徐斌吗？怎么办？想这么多干嘛？想一辈子的事情干嘛？乔胜利这个老家伙，果然是目光敏锐，对我已经起了疑心。我倒是有办法重新取得他的信任，但这样的话要得罪林小慧。不过这个市长女儿的利用价值已经趋于零了，可以不予理睬。